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返乡创业的话题。从2019年这个返乡热潮开始呢，就有非常多的人呢回到农村搞创业，但是通过了2-3年的一个发展之后，我们会发现70-80%的人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我对农村很多地方的一些观察之后，我觉得就3点原因是最重要的啊。第一点就是盲目的去搞基础建设，还没有开始创业呢，就已经把这个钱呢全部投到基础上去了，到达自己真正要做事情的时候呢，却没有钱。这个时候你去哪里找钱，对吧？找钱也找不到，你去贷款也挺难。本来你可能有20万，可以去做一个产品，去帮乡亲们卖农产品，你也可以很好的去做，但结果呢，你把这15万都拿来投到了基础上去，结果呢，等到你要去做创业、种植或者养殖的时候呢，你却没有做项目的资金呢，所以说，就只能把这个想做的事情呢压缩到很小很小，那你怎么可能成功呢？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去盲目的选择项目。张阿姨跟你说养猪可以，你就去养了。你没有经过去市场的调研，了解一下这个近几年的这个市场动态等等，它会不会出现一些波动等等。你看这几年不就有初创者养猪亏得一塌糊涂，那些大企业人家是经得住折腾的，对吧？尤其是初创者呢，你完全经不起折腾。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创业呢，也只能针对我们返乡创业的一些小的创业者。中大型公司呢，大家就没有必要听了，因为我在这里呢也是分享我们自己农村的一些小的创业者呀，就是避免大家踩一些坑啊等等这个意思。那你完全都没有对这个项目的本身的供求关系去做一个市场的调查和了解，你就开始盲目的去跟风，那么你的失败的几率确实会高的非常非常多啊。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在自己在农村做创业的时候呢，是那种守株待兔的心理，不学习，也不出去了解市场，也不出去做市场。那也就是你养了300只鸡，100头猪，那你就在这里养着，你也不知道谁来买，这种就是守株待兔的一个心理，你不去想办法，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就非常非常的被动。一旦你在养成的这个时候正好价格大跌呢，那你这个风险就非常非常大，那你基本上呢只能是亏钱的份，对吧？不可能说还能逆转这种颓势。那第4一个呢，就是过度的依赖互联网。现在这个短视频也好，电商也好，直播带货也好，非常火，对吧？大家就把这种希望呢寄托于这个网上去了，你没有去注意你的线下市场。70-80%的在农村创业的呢失败呀，都是跟以上4点有关。大家肯定会问啊，能不能去避免一下这些坑呢？我觉得呢是可以的。假如说你有20万钱拿着到农村来创业，我觉得你可以去花个4-5万块钱去跑路，我都不要去盲目的开始行动啊。我先去调查一下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我们呢再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做我们想做的项目，并不一定说你今年养猪，明年养猪也可以，对不对？可能你今年养猪，明年或许是养鸡啊，或者再养别的更好。比如说你今年种植土豆，明年你可能种植姜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吧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每年它都会有变化的，因为村里面一般来说别人干什么就有一大堆的人跟着去干，所以你一定要跳出这种思维，自己去寻找更好的项目呢，你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你真的要返乡创业的时候呢，你首先去花个1个月2个月的时间呢，去调查一下这个市场的需求。我说的这个市场需求不是说互联网的市场需求，而是你当地的县级或者说地级市的，他对农产品或者说对于这个牲畜的一个需求，是这么一个需求，不是互联网的需求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不管是你在当地搞种植还是养殖，你的需求市场一定是县里面或者说当地的地级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养鸡，那么你要向外面的市场发货，那么你的一只鸡的运费一定要达到20-30，而且到消费者手上的话，一只鸡要达到100-200的这个价格，这个是非常贵的，就是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而且你赚的钱
也非常少。说白了，你养个几千只鸡，你供当地的一个小区你都不够，你为什么要把心思放在网上呢？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有好多人在这个上面是吃了大亏的，整天想着网上销售，结果呢，等你把东西弄好之后，瞬间你哪里做得出去嘛？根本就很难很难。所以最后给大家建议的就是，你要返乡创业了之后，你宁愿花个1-2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市场的调查，再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项目，一定是以当地的县城或者说地级市的需求为准，或者说你去做一些大的公司的下级市场，就是跟大家签一个合同，养出来了或者种出来了，你就跟他有一个回收的一个协议，让他直接回收过去，这个也比较保险。如果说你要自己去实施呢，那么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市场的调查，然后做到心中有数嘛，对不对？那最后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们做这种返乡小型创业者呢，你不要指望说去拿到什么补贴啊之类的。以前可能返乡创业你可以拿到一些补贴，但是现在呢，以村为单位，任何一个村呢都设立了村集体，对吧？那么到村里面的不管是产业资金，或者说这个扶贫资金等等，这些资金呢都是要统一的经过村集体之后呢，然后再向下发放，然后呢再向下去进行投资的。如果说你的项目不是很好呢，可能村集体也不会给你投资，对不对？可能多年前你在农村创业呢，你做得好呢，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补助给你，但是现在的村集体呢，它一定是以投资的方式把钱给到你，所以反而现在返回到农村创业是没有以前容易的。所以大家真的要返乡去创业呢，对你个人的综合能力以及你的学习能力，对市场的这个认知等等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现在真的是想做成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可能要求你有综合的能力，而不是坐在家里把这个事情做好，守株待兔等着别人来收购就能做好，其实已经很难了。走创业这条路呢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一定要去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呢要不断的去改变呢，才有可能做到更好。不然的话，其实跟打工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打工的风险要大很多。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